纳豆在日本称为超级食物，不少研究认为它和日本人的长寿有关。把纳豆、猪肉、豆腐、泡菜搭配在一起，炖出来的味道非常迷人，不是酸甜苦辣咸，而是浓浓的酱香味儿，会让人越吃越上瘾。最近去 Costco 第一次看到有卖切成薄片的五花肉，用来做这道菜真是太合适不过了。肉片没有皮，切的长度、厚度恰到好处，不仅漂亮，也减少了烹饪时间。就是量太大，这一包大约5磅。今天我只做2人份，大概用200克，剩下的最好马上用密封袋分开包装，尽量把里边的空气压出来再冷冻。在用的时候既方便，也能避免整包反复化冻，影响口感和新鲜度。纳豆就是发酵的大豆，不仅营养价值高，还可以保护胃黏膜，增加肠道内的益生菌。剁碎的目的是更容易包裹在其他食材上，或融入到汤里，所以是剁得越碎越好。做这道菜最好用砂锅，2勺白味噌酱，加入160毫升水。听我的，不要自作主张再多加水。倒入1茶匙香油，搅拌均匀。纳豆一般会附带2个调料包，一个是含酱油和煎鱼海带高汤的酱汁儿，放进来会增加鲜味儿；另一包是芥末，我没放。等味噌酱完全散开以后，倒入200克韩国泡菜垫底，这种泡菜 Costco 也有卖的。豆腐就用嫩豆腐，一整块，不要切，就用勺一勺一勺的㧟，呈现出一口大小不规则的形状。再铺一层蟹味菇，如果用其他鲜的蘑菇也可以。五花肉片用200克，平铺在表面。再强调一下，不要看到水少就再加水。把切碎的纳豆放在表面，尽量分摊均匀。1颗大葱，只用葱白，斜切段放在表面。这道菜不用炝锅，可以慢慢悠悠的码好，然后再开火。大火烧开以后，转小火焖煮15分钟。如果没用砂锅，而是用普通的锅，比较薄，那中间要用铲子动一动，防止糊底。15分钟一到，立刻关火，撒上葱花和炒熟的白芝麻。喜欢辣味的，最好倒一些辣椒油，那样味道会更好。这道菜的味道不是浮在表面的张扬，也没有哪一种味道鹤立鸡群，而是层层叠叠地融在一起。纳豆、泡菜带来的一种深藏其中的醇厚，那种浓浓的发酵香气，越吃越觉得有味道。